通道里面凄厉地惨叫声不断传来，视频已经断了，但是声音沿着通道传到入口，依旧是如此的清晰。梁月的心中有些怜悯那些惨死的村民，但是离开天青学院以后所见到的一切，又让他的心也变得麻木冰冷了许多。人的内心拥有强大的适应能力，一开始在无法忍受的东西，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。他们发现这条路显然是走不成了，于是就让郑雪荣把通道给冰冻了起来。虽然堵住了张毅的这条暗道，但是他们同样没有办法突破庇护所。一群人谁也没有好的主意，只能够暂时先返回徐家镇休息，然后商量对策。回到徐家镇以后，村民们发现同区的100人没有回来，便询问林峰他们去哪了。林峰淡淡的回答道：“他们都被张毅给杀死了。”徐家镇又是一番哭天抢地，一天下来，他们不知道多少家庭失去了亲人。林峰说道：“我们有些饿了，你们快点准备食物给我们送过来，不要耽误，反正都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了。”他也懒得再装什么，毕竟这些村民没有反抗的实力。正如他所想的那样，村民们该哭的哭，该恨的恨，可还是老老实实为他们提供服务。当天晚上，众人从家里扯出白布，草草焚烧了亲人的尸体，举办了一场简单的白事。可是，在江对岸的庇护所里面，此时却热热闹闹的举行了一场欢迎宴会。或许是因为很长时间没见到外人了，大家对于徐胖子的到来还是很欢迎的，起码表现的是这样。杨幂和周可儿准备了丰盛的晚宴，张毅也拿出了几瓶珍藏的好酒。杨欣欣与陆柯然更是早就见过他，所以也不陌生。徐胖子来到庇护所之后，如其他人一样，一开始震惊的回不过神来。在外界环境如此恶劣的末世，他们竟然住在皇宫一样华丽的房子里，享受着美味的食物，简直是幸福的令人发指。尤其是张毅，他竟然身边有4个美女环绕，妥妥的人生赢家。徐胖子心中对张毅愈发的崇拜，如果不是超凡的人物，如何能够在末世中活得这么潇洒？只不过在面对这些美人的时候，他表现得非常拘谨，甚至说话都不太利索。也难怪，毕竟只是面对一个略有姿色的徐丽丽，他都能兴奋到不能自己，更何况张毅家中的女人，个个都是颜值爆表且才华出众的角色。不过，徐胖子见到他们的时候，心里面却有些恐惧。刚刚承受了失恋打击的他，此时对于3次元已经彻底失望了。越是漂亮的女人，就越喜欢骗人。徐胖子心中坚信这一点，与其耗费心思同3次元的女人交流，倒不如多花点时间看看番，起码2次元的女孩永远不会欺骗他。林峰等人无功而返，回来之后气氛格外的压抑，谁都不想说话。自从他们加入部队之后，从来没有输得这么憋屈过。不过，这并非是他们能力不济，实在是外部条件太过有限。面对铁桶一般的庇护所，只凭他们手中这些半个世纪以前的单兵作战武器，根本没有办法突破。即便是军事理论课程上，面对这种坚固的堡垒，也是采用定点轰炸的方式解决。又不是上个世纪了，哪有靠单兵突破堡垒的？可是条件摆在这里，任务又不得不做，他们也只好硬着头皮上。以至于到了现在，林峰和手下的特战队成员们空有一身本领，却没有办法施展。寒冷的夜晚，一轮巨大的圆月悬挂在半空之中。自从末世来临之后，已经很久没能够看到如此明媚的月亮，只是清冷的月光洒在大地上，如同在林峰等人心灵的伤口上洒了一把盐。一行人回到徐家镇后，简单吃完了饭，林峰让大家伙先回去休息，要记得晚上注意警戒，别睡得太死。众人点了点头，心中明白这不光是为了防备张毅，更是为了防备随时可能反水的徐家镇村民。梁月回到了自己的雪屋，可是人一到门口，他就皱起了眉头。他的房间有人来过，自从与张毅联系之后，他就时刻警惕自己的事情被人发现，因此在他的房间，他做了一些小小的手脚，只要有其他人进入他的房间，都会被他发现。梁月不动声色，缓缓走进了房间，仔细检查了一遍房间里不多的事物之后，就意识到自己的床铺被人动过。梁月伸手在床上小心地检查了一遍，果然从床板下面取出来一枚暗金色的芯片和一张银色的手机卡。这时，梁月的脑海当中浮现出张毅询问他房间位置的话语，他忽然明白过来，这个东西是张毅留给他的。这芯片是储存装置，需要接入电脑接口才能够使用。至于手机卡，应该是加密通话用的，防止2人的对话被西山基地所监控。想到杨欣欣的计算机技术，做到这一点不难。梁月的手机藏在江对岸的一棵枯树夹缝中，所以暂时没有办法和张毅联系。询问他芯片的作用，他只好先把芯片和手机卡都塞进自己的口袋里，然后等有机会取回手机，再去询问张毅。做完这些之后，梁月坐在床上合衣而眠。第二天上午的时候，庇护所里众人刚吃完早餐，坐在沙发上看着监控的周可儿却突然说道：“张毅，有人来了，他们很奇怪。”周可儿看着监控，眼睛里带着一丝恐惧和迷茫。张毅的目光一凝，怎么了？他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走过去观看。我感觉好像是有一群行尸走肉朝这边来了。周可儿指着屏幕里面的影像说道。张毅定睛一看，在庇护所的正南方数百米外，出现了一群缓缓朝这边蠕动的人群。他们的步伐非常缓慢，像极了电影里面的丧尸。不过真要是丧尸的话，张毅反倒不害怕，这玩意随便用热武器就能搞定了。镜头拉近一点，张毅让小爱拉近这个镜头，仔细一看，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丧尸，而是一群脸色惨白、行动僵硬的人类。张毅朝那边翻找卡带的徐胖子招了招手：“徐胖子，你过来看一看，他们是不是徐家镇的人？”徐胖子闻言微微一怔，然后赶紧凑了过来，
看到那些人的脸之后，他立刻说道：“啊，还真是他们！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”徐胖子的脸色也变得发白，脊背冒起了一层白毛汗。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可是他敏锐地意识到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。张毅仔细查看着监控录像，并没有找到林峰等人的身影，显然他们是在暗中躲藏了起来，而他也没有收到梁月的提醒，所以不知道这是什么状况。他们这是过来干嘛？烫陷阱也不可能啊！附近的地雷早就被他们排空了。张毅觉得事情非常的古怪，可是看到那些村民们惨白的脸色和颤抖的身体，他就知道事情一定有猫腻。走，过去看看。张毅拍了拍徐胖子的肩膀，示意他一块过去。二人来到了一楼，隔着单向玻璃，可以看到那些缓慢靠近的徐家镇村民们。徐胖子趴在窗前一个个看去，不少都是他熟悉的邻居。忽然，徐胖子瞪大了眼睛，丽丽在那人群当中，他看到了徐丽丽的身影，她脸上带着苦相，身体瑟瑟发抖，随时都可能会倒在地上的样子，但是她不敢停下脚步，似乎身后有什么在强迫着她前进一般。张毅察觉到徐胖子的神色不对，却只是淡淡看了他一眼。我们必须把这些人全都杀死。一句话就吓得徐胖子一个机灵啊！杀死他们全部吗？徐胖子脸上的表情像是快要哭了。虽然他选择放弃徐家镇，自己出来逃命，但是让他自己举枪杀死村民们，他还是很难做到的。毕竟徐家镇大部分村民都姓徐，属于同宗，随便拎个人出来也是沾亲带故的。张毅看着这个怂怂的胖子，长叹了一口气。如果这庇护所被攻破了，你觉得我们能活吗？现在是末世。张毅重重强调了一句，就不再多说什么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他也不希望双手沾满鲜血，但是天不由人，你想活着，就得有别人去死。张毅也没有强迫徐胖子杀自己的同族之人，他在窗前展开次元之门做好保护，然后打开窗户，双手举起一把手枪开始点射，立刻有5、6名村民像割麦子一样倒了下去。村民们行动的速度顿时减缓了下来，他们口中发出恐惧的尖叫声。不过也有人通过窗户看到了张毅和徐胖子。徐春雷，是徐春雷，徐春雷，我们可都是你的同族之人啊，你怎么能对我们开枪？春雷，我是你四姨，别开枪，救救我们啊！哀求和痛骂之声传入徐胖子的耳中，让他冷汗直流，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几步。尤其是他看到了徐丽丽，他正在用哀求的眼神望着他。春雷哥，救我，救我呀！求你了，你不是喜欢我吗？我可以嫁给你当老婆，救我吧！徐春雷的冷汗越流越多，可是张毅开枪的速度丝毫不减，依旧在定点清理着那些徐家镇的村民。他现在有些疑惑，这些人过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可能够确定，肯定是林峰那些西山基地的人在暗中捣鬼。砰！一个老人的脑袋上被开了一个洞，血花飙溅，惨叫声又大了许多。徐春雷，你在干什么？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快停手！你真的要眼睁睁看着我们都死掉吗？呜，春雷哥，我是刚子啊，别杀我，别杀我呀！徐春雷，你这个徐家的罪人，看看你都干了什么！徐家镇变成今天这样都是你害的，如果不是你勾结张毅，我们徐家镇怎么会死那么多人？一个老妇人对着徐胖子破口大骂。张毅皱起眉头，看了徐胖子一眼，他感觉到了，这些人仿佛就是过来送死的，这非常奇怪，难不成是林峰准备用他们的鲜血打开庇护所？很遗憾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。张毅转过身，继续开始射击，可是这一次，一具尸体倒在地上之后，忽然露出了衣服下面的东西。张毅定睛一看，顿时明白了这些人是过来干什么的。他们的衣服里面竟然绑着炸药。林峰原来是想利用徐家镇的村民作为掩护，对庇护所进行爆破。这一回，张毅不再射击了，清楚了对方的目的之后，他反而是平静了下来。胖子，看清楚他们身上有什么东西了吗？张毅用眼神示意徐胖子。徐胖子闻言看了过去，自然也能够看到村民们身上绑着的炸药。他不敢相信的瞪大了眼睛，这帮人渣！徐胖子对西山基地并没有任何好感，可是在他看来，这些西山基地的士兵应该有最起码的道德底线，不至于滥杀无辜。然而现在，他们竟然把徐家镇的村民们做成了人肉炸弹，这件事灭绝人性，是禽兽不如的做法。我说过了，他们背叛了自己的信仰，是一群亡命之徒，所以对付他们必须比他们更狠。张毅平静地说道。徐胖子的内心都要崩溃了。换句话来说，这些人都是牺牲品，无论如何都得死在这里，而他必须眼睁睁看着这一幕，什么都做不到。张毅把手枪递到他面前，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了，该怎么做你心里清楚吧？徐胖子纠结了许久，然后咬着牙，毅然决然地拿过了手枪。既然他们都是死亡的结局，那送他们一程也就不是我的错了，要怪都怪西山基地的那些杂碎们。说服了自己之后，徐胖子拿着枪对准人群就扣动了扳机。由于没了心理负担，徐胖子开枪非常的果断。如果说一开始他是有些难过的，可是当开出第一枪之后，他的心中竟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。哼，他们村的二姨死了，那是他母亲的远房表姐，家里做生意的很有经济实力，经常在他父母面前吹嘘自己的子女，明里暗里贬低徐胖子是个废物。亲手打死他以后，徐胖子竟然觉得很痛快。其实有些亲戚跟他并没有多少情感，潜意识里徐胖子反而很希望他们去死呢。哈哈哈哈哈！徐胖子低声笑着，身体竟然开始兴奋地颤抖了起来。他开枪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。作为一个死肥宅，他在徐家镇几乎没有朋友，更是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。后来末世降临，他拥有了异能，帮助村子干了不少事。可即便那样，
他依旧没有觉得自己得到了别人的尊重，尤其是别人看他的眼神，那种鄙夷、嫉妒、淡漠的眼神是最让他难过的。不知道多少个夜晚，他都在努力地安慰自己，是自己想多了。可真的是他自己想多了吗？徐胖子比谁都清楚，不是那样的，他们就是真的瞧不上他。可是现在看看吧，这些曾经带给他那么多痛苦的村民，性命完全掌握在他的手里，而且眼下他杀这些村民还不需要有任何负罪感，毕竟就算他不杀，这些村民也会被炸弹给炸死，那这么做就合理了。哈哈哈！徐胖子的脸上慢慢露出了狰狞的笑容。很快，一梭子子弹全都打光了。张毅则是在一旁给他递过来弹夹，示意他继续。徐胖子的枪法很烂，但是100多米的距离，人的密度又那么大，哪怕是闭着眼睛开枪都能打死不少人。张毅让徐胖子亲自开枪，不是教什么投名状，而是他自己心里清楚，徐胖子的心里一直都是自卑而且渴望发泄的。徐胖子的内心没有问题才怪。杀光了这群曾经瞧不起他、带给他深沉压力的村民，徐胖子也就彻底解脱了。那群村民们吓得尖叫连连，有的咒骂，有的祈求，有的人试图往回跑。不过正后方的子弹更加精准，直接贯穿了每一个想逃走之人的脑袋。林峰等人就在他们的身后，逼着他们一步步靠近庇护所。林峰的目的本来是利用徐胖子和徐家镇村民的感情，好让这些炸弹能够靠近庇护所。这100个人身上就有着足够完成一次爆破的炸药量，一旦让他们靠近之后，张毅的能力无法主动收取人体，就失去了作用。这样的话，就可以炸开庇护所，然后冲进去取张毅的性命。为了完成任务，此时的林峰已经彻底扭曲，不顾一切后果。他甚至不介意把整个徐家镇村民的性命砸进去。然而，前方密集的枪声打碎了他的幻想，他们竟然连徐家镇的村民都杀，简直是畜生！林峰愤怒地说道，然后抬手杀死了一个试图逃跑的村民。梁月在一旁看得非常无语，明明是你逼着他们过去当炸弹的，现在竟然有脸骂别人是畜生。林峰有自己的一套逻辑，在他看来，他杀这些村民是为了大义，而徐胖子出手杀自己的同宗就是禽兽不如。然而他没有想到，徐胖子出手竟然如此果断，甚至让人觉得有点个人恩怨的意思在里面。张毅看到徐胖子杀的兴起，直接从异空间取出一把突击步枪递给他，还是用这个吧，比较过瘾。徐胖子把枪接了过来，张毅指点他使用的方法，不要拖着枪，要用一只手压住，他的后坐力比较大。徐胖子学会了之后，就在窗台上架起枪，朝着他熟悉的村民们扫射。